我想对受害者父母表示歉意。我给你们赔1大千。钱没啥子用？那个心病注意控制下情绪，好吧？对不起。控制不了情绪。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薇说案。今天我们要讲述一起令人唏嘘的案件，它涉及虚假招聘、非法控制、裸照威胁，以及最终令人痛心的死亡掩埋。这是一段信任的崩塌，也是一场黑暗中挣扎的求生。2022年，四川女孩何玲在她人生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求职季，踏进了一个人为设下的陷阱。何玲1994年生，四川广元人。她不是那种特别显眼的女孩，却是那种让人觉得安静、乖巧、有礼貌的类型。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了成都，从事一些前台文职的工作。到了2022年，她的生活有些不顺，年末她失业了，一直在努力找工作。也就是在这时候，刘涛出现了。他们最初的接触发生在聊天软件上，起初也并不频繁。但当刘涛通过何玲的朋友圈得知她失业以后，突然变得热心起来。他时常发来消息，推荐内部招聘机会，说可以帮他安排面试，收入稳定，并声称自己在一家家具公司里有些话语权。这个男人言辞得体，语气温和，还带点熟人般的亲切。他知道一个找工作中的女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成功了，何玲信任了他。何玲的室友后来告诉警方，何玲其实人很警觉，平时只要是陌生男性邀约，她一定会带上朋友，绝不会独自去赴约。但这一次，她破例了。2022年10月6日，刘涛安排何玲去一家位于成都城郊的家具厂面试。这天是国庆假期，公司早就放假，整栋办公楼空无一人。刘涛是提前给厂里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谎称自己刚来成都，暂时无处落脚，想住几天办公室。对方一听是假期，也就随口答应了。那天中午，何玲独自来到这座空荡荡的厂房。刘涛带他走上了3楼经理室。这是一间门锁损坏，无法从内外反锁的小房间。从他走进那扇门起，到最终出现在楼下的院子里，前后整整过去了5个小时。这5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刘涛在被捕后的供述前后说法不一。最初，刘涛说他给何玲介绍的是一份文职工作，但何玲并不满意。到了6点左右，刘涛表示要离开了，结果何玲不愿意走，反而提出向他借2000元的请求。刘涛本身没钱，自然也是没钱借给他。结果何玲却开始撒泼了，为此两人在屋内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并且还互相推搡了起来。刘涛说自己在抱起何玲往外走的过程中，无意间脱掉了何玲身上的上衣。结果何玲因此威胁刘涛必须借给他这2000元，不然就报警，说刘涛要强奸他。刘涛也害怕了，于是他提出给何玲拍2张上身的裸照，只要何玲承诺之后不报警，自己就把钱借给他。但警方对刘涛的手机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所谓的裸照，并且何玲也没有遭受过性侵犯。警方同时认为刘涛不小心脱掉了何玲上衣的说法显然不合常理。一个30岁的已婚男人怎么可能一不小心就让一个女孩赤裸上身？刘涛最终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试图与何玲发生关系，他强行亲吻她，抚摸她，但当何玲哭着说自己还是处女的时候，他便停下了进一步的行动。但那一刻，何玲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被控制了。最令人愤怒的是，当刘涛离开房间时，他竟用棍子将门反锁，从外堵住，
彻底切断了何玲的逃生路线。何玲被困在一个3楼的密闭房间中，手无寸铁，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呼救也肯定无人应答。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端而又绝望的选择，从窗户爬出去。窗外不到1米处是一块彩钢瓦屋顶，也许何玲以为跳过去就能落地逃跑，但那块屋顶根本承受不住他的重量。何玲摔了下去，重重地砸在地上，伤势严重。刘涛第一时间跑了下来，他拿着手机照明靠近查看，却并没有拨打120。他托起重伤的何玲，把她藏在角落里，又迅速开来自己的越野车。他将何玲抱进后备箱，那一刻何玲也许还以为刘涛会带她去医院，可惜他想错了。刘涛驾车出了城，穿过漆黑的高速，驶向自己的老家四川什邡市的一个偏远山区。10月7号凌晨1点左右，什邡某个大山中的村民老刘已经入睡。就在此时，屋外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3更半夜，究竟是谁会出现在这个大山里面？老刘被惊醒后并没有贸然地出门查看，而是透过窗户看到屋外来了一辆越野车。到了2点半左右，老刘看对方好像要离开了，便去睡觉了。天一亮，老刘还是很好奇，晚上那辆车进山到底做什么，于是顺着车子轮胎的痕迹找了起来。结果发现路边树林中泥土好像被挖过了，老刘不敢轻易挖掘，于是将事情告诉给了土地的所有者。之后事情被一层层上报给了当地的镇政府，派出所立即来调查。当泥土被挖开后，民警惊讶地发现被埋的竟然是一名女尸，死者年龄大概在20岁左右，上身赤裸，下身只穿了一条牛仔裤，身上还有摔落时留下的伤痕。老刘当时也是心有余悸，才知道当晚那辆车子竟然是来这里埋尸的。他立即将看到的具体情况一一汇报给了民警。不久后，警方将调查重点锁定在了一辆尾号 6M7 的白色越野车上。就在警方对这辆车子展开调查的同时，1000公里外的福建何长民夫妇正在崩溃的边缘。他们的女儿何玲已经失联一段时间了，平日里一家人经常通电话，然而从10月6日开始，何玲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为此，何长民夫妇坐了2天车来到成都报警。一直到10月13日，在发现无名女尸的第6天，警方通过 DNA 数据比对，最终确定了死者就是何玲。当得知女儿被害，还被残忍地掩埋在了深山之中，何长民夫妇难以接受，一夜白头。警方利用掌握的线索，逐渐拼凑出了真相。通过路口高清监控画面比对，警方确定了当天开白色越野车的就是车主刘涛，很快就将躲藏在成都的他抓获。刘涛30岁，已婚，是一名安装工人，几个月前就已经被公司辞退，却还在假冒经理行骗。他欠着网贷，多次以介绍工作为名接近涉世未深的女孩，而何玲只是他锁定的下一个。被抓获后，刘涛承认了全部罪行。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掩埋何玲之后，刘涛还冒充何玲联系他的父母，骗走了5000元，又以急需用钱为由向何玲的室友、表姐借了2500元。2023年12月26日，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刘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定刘涛对何玲进行了非法控制、威胁、伤害，最终造成其死亡并掩埋遗体。他还需赔偿何玲的父母经济损失4.27万元。今天的案件到这里就讲完了。一个普通的女孩在最普通不过的求职路上遇到了最恶意的谎言与陷阱。
他曾经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却在最需要警惕的时候放下了防备。他试图反抗，试图逃跑，最终却没能逃出那场人性的黑暗。愿我们记住他，也愿这个世界不再有下一个何玲。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